血迹指纹写上。怎么样？关队，置物座椅上发现了3枚血迹指纹。应该不是凶手的，他不会把自己指纹留在车里。哦，我们还发现了几枚胶字指印。胶字指印，果然，他对自己的手指部分做了处理。关宏峰脱下制服离开支队，现在又分文不取，假装归队协助工作，就只是为了维护一个人。对他而言，他的亲弟弟比一个警察的正义感更重要，甚至比这一家的生命都重要。这样的关宏峰是个什么立场的人？哎，这个放这边吧，谢谢。那些玻璃碎片收集的怎么样？哦，办公室还在做筛选。叫他们尽快回复，我想知道是被什么击碎的。好。所以说，当时现场啊，有事儿？关老师，今天刘队带我去，我还是想问您，现在那么多确凿的证据都指向了你弟弟，为什么您还那么坚定地相信他是无罪的呢？您这样做，是不是违反了警察的原则啊？还是说，您在案发之后见过关宏宇，对吗？我跟我弟弟是一块长大的，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他会犯错，但是他绝不会干这种事儿，因为我信任他。请吧。什么时候你官大我一级了啊？你什么意思啊？这么大的命案摆在眼前，你带着你闺女去参观曙光4号院的楼盘，还和区长套近乎，你就不能干点刑警本分的事儿吗？没问题啊。你周巡、周队，那请周队分派任务吧。哼，好。第2、第3谈话时，被害人的家属对尸检解剖很有意见。你这么会搞人际，去接待一下啊！你生日啊？耿叔生日。我说你愁眉苦脸的呢，想开点啊！我知道，我就是觉得有点亏欠。或许付出的人并不这么想。你知道吗？我小的时候呢，家境贫寒，父亲走得早，全靠母亲撑起这个家。后来母亲病重，为了多赚到钱，我弟弟干了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被学校给开除了。我也亲自把他送进去。说心里话，我也觉得很亏欠他，但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到现在想来，也许是兄弟之间缺乏对相互付出的那份理解吧。其实我也觉得，你们哥俩挺不容易的。
关宏宇，你就别总埋怨你哥了。啊，你们上次在库房换衣服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告发你们的。我相信你没有杀人。行啊，你竟敢偷看我们换衣服！团队，团队。您好，能介绍一下李地生遇害案的具体情况吗？案情有什么新的进展吗？据说陈爱死前被迷奸，能透露一下吗？请问您就是半年前从长风支队离职的关宏峰队长吗？您什么时候又复职了呢？请问您对您弟弟被通缉有什么看法呢？据说李地生死时全身赤裸，如果他涉嫌强奸了陈爱的话，那这会不会是一起神秘的暗桩案呢？局里已经责成刘长勇副队长接受大家采访，他会一一作答。刘副队长，关宏峰队长不是离职了吗？什么时候复职的呀？你们一个个问，什么事儿？哥，其实啊，咱们早就该换个地方。周巡那老狐狸3天2头往咱们家跑，迟早得露馅。这次是没办法，还是家里比较安全。这个地方待多了，一不留神会被发现的。其实你上次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上次，啊。我要是不相信你们的话，我早就报警了。还真别说呀，你们哥俩长得还真挺像。废话，什么叫像啊？哪儿都一样。哪儿都一样。哪儿都一样。他什么意思啊？哎，没什么意思，哥，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凑合一下吧，啊。我靠，师傅，这李长2人遇害案新闻已经上了10多万了。谁？刘长勇，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啊！董涵被羁押前就已经把照片发出去了。如果我们拿住人，还能把照片要回来。现在可好，人和照片都在外面了。你现在就是把那100万记者都抓回来，你也封不住消息。告诉你，刘长勇，要是因为这事儿破不了案，这雷你丫扛定了，而且你还把整个支队都搭进去了。你火什么？人家是拿着区里的文件来的，现在人走了，你来什么劲儿？发什么火？有火气，你去区里闹去。你还有理了是吧？不是，你来看这个，看这个。除了案件本身扑朔迷离，我们还在负责案件调查的警务人员中发现了已经离职的原长风支队队长关宏峰。近半年前，关宏峰正是因为其孪生弟弟关宏宇作为263灭门惨案的主要凶嫌遭通缉而受到牵连。至于其何时回到支队工作，以及担任什么职位，长风支队尚未做出任何解释。刘长勇，你他妈是不是诚心的？你什么意思啊？咱们不生气。部队，老关呢？我问你，关宏峰。哎，就你嗓门大，这全楼道都听见了。这大家都辛苦了1天了，就不能体谅体谅？
别体谅了，快点吧！你看看这是什么？都已经这样了，你再嚷嚷也没用了，只能尽快破案，才能平息这场舆论风暴。来，都坐吧，说说情况。哎，你干嘛去了？我刚才在听刘队长的新闻发布会，顺便给交管局打了个电话，调取了一下案发前后现场区域的监控录像。来，快点。经尸检确认，两人的死亡时间可以精确在凌晨1点20分左右，死者的身份均由技术队确认。搞那么麻烦干什么呀？电话直接通着不就得了吗？这可不行啊！万一人家打你电话的时候，正好你是通话，怎么办？哎，我跟你说啊，如果开会直接让我讲什么，我可就没戏唱了。你一定罩住了我啊！等一会儿听我怎么说就是了。轻点儿。男性死者左后脑枕骨处有明显的戳刺伤，该凶器呈三角形锥状，尖端为60度的夹角。凶器在刺穿枕骨后，接连穿透了小脑和大脑枕叶，造成了严重的颅内出血。车内虽然有迷奸药，但是女性死者初步的血检没有检验出类似成分。看来尸检和亚楠在现场的初步推断差不多，继续让技术队介绍情况。那你们这边呢？由于天气原因，现场周围无从寻找足迹，但是也没有发现除了被害人车辆之外有其他的车辆进入现场的痕迹，所以初步推断凶手应该是步行进入现场。从织物座椅上提取到的3枚血迹指纹均为女性被害人的。身份确认得知，男性死者李立生，23岁，著名企业家李善一的独子，曾经因寻衅滋事被我局治安支队拘留，被媒体长期爆料出与演艺界多名人士发生不正当关系。女性死者常梦冉，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一度高调出位的常爱爱，19岁，无前科，也没有犯罪记录。这个是常梦冉的证件照。当然，从现场获得最重要的物证，是被害人在车前座夹缝中用来偷拍的手机录下来的案发视频。这拍的我看不清楚，不开灯啊。刚给大家播放的这段视频是节选之后的。之前李立生曾经一度因为要录制视频，打开过车顶灯，后来在常爱的强烈要求之下关掉了。从播放的部分视频中，你可以看出，案发的时候，也就是2名被害人发生关系的时候，前排座椅是被推到最前方的。但是在杀害2个人之后，座椅被凶手还原了。移动中发生的震动使手机从夹缝中掉到了座椅下面。不过从后面的视频里的声音可以判断出，凶手在车里大概整理了有12分钟左右。整个过程当中，凶手没有发出过任何声音。直到我们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再也没有拍到任何有效信息。问技术队，左后车窗是被什么打碎的？那车玻璃呢？根据您的要求，我们拼凑整合了现场玻璃碎片的局部。通过破损处的形状，初步推断出车窗应该是被一个边长为0.25厘米左右的等边三角形锥状利器打破的，和凶器形状一致，等边三角形锥状，60度夹角，真的是破窗器吗？看来跟凶器的形状很相似啊。那现场有没有发现毛发、织物？脱落或剥落的漆片或者其他 DNA 证据？没有，车里的痕迹被清理得非常彻底。凶手清理现场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清洁剂残留？也没有。不过我们对现场的土质进行了无组存样。这部分意义不大，不过还是例行问一下，被害人的财物、饰品什么的。那被害人的财物啊、饰品什么的呢？没有遗失。那个常爱常爱是自愿与李立生发生的性行为，
当然，从黑灯瞎火的视频也听得出来哈，在他遇害之后，没有发现任何性侵害的痕迹。不求财也不好色，你看。 目前掌握的线索太少，由于案发时间和天气的原因，找到目击证人或其他残留线索的希望比较小。但还是要辛苦各外勤探组，尽可能的在周边多做一些走访工作，扩大范围。另外，我已经通知交管局调取监控，这部分技术队跟进一下。从视频里来看，凶手的特征很模糊，尤其是看不清楚凶器的形状。哎，对了，技术队在这方面能做进一步处理吗？ 恐怕不行。如果我们把视频交到市局总队的技术部，或者是专门的物证鉴定机构的话，那么可以得到高度的锐化处理。总队那边的技术队跟咱们差不多，干脆直接送物证鉴定中心吧。物证鉴定中心那边我去，那边我熟，我会让他们尽快给我结果。想必我也不用再发一次火了吧？ 大家也都知道事态的严重性，都给我赶紧干活。散。让周迅留下。哎，周迅，稍等一下。有事儿。鉴于目前已经泄露太多的信息，以下要说的，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事实上，现场证据呈现出的最明显特征是，凶手很可能存在某种轻度的强迫症倾向。如果说清理现场 是一种反侦查手段，那么叠放被害人衣物、整理座椅靠垫以及还原座椅位置一类的行为，则带有很突出的个人性格特征，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犯罪标记的一类特殊行为。同时，凶手熟练地清理了现场所有可供辨识的证据线索，感觉上这不像是他第一次作案。我大概回忆了一下这些年在咱们辖区发生过的案件，没有类似的。 那我去市局请示，调动警力，去核查近5年全市范围内有类似特征未结的命案。周队，办公室，先等会儿行吗？顾局来了。顾局，你小子是怎么做的保密工作？哎呦，别提了，这区里面正弄这个权大于法的事儿，他们连那个被害人的照片没说这个。市局政治处直接给我来了电话，问关洪峰为什么还在支队参与工作。这不是咱们分局批的吗？只要能破案，咱们内部怎么都好说。可是现在消息传到了社会上。 这就有个社会影响问题啊！这不，市局已经给我下了批示，限我1周之内，左手摁着你小子的脑袋，右手举着情况说明，去向1把局长汇报。顾局，这老关回来之后怎么样，咱可都看在眼里啊！你怎么还没搞清楚状况啊？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关鸿飞的问题。如果不能给市局一个满意的答复，连你我呀都得脱衣服。 你会聘的事儿之前没有通知市局，现在市局要求1周内破案，否则不止你一个人离开支队。所以现在时间非常的紧。要是查遍市局档案，还没有发现类似的案件的话，那就呈报公安部，在全国范围里查。凶手绝不是第一次作案。 他不止杀了这2个人。本店的招牌意面。你别像看犯人一样看着我。
48.5块。你能不能把筛查范围缩小一点？你是不是把那刘云给睡了？啊？我说你能不能把范围缩小一点？气候特征、目标特征和行为特征。那就是暴雨、深夜以及幽会的男女。这3者共同构成了一个近乎理想的犯罪环境。情侣约会自然是要避人耳目，深夜户外人迹稀少，而暴雨则会把目击者的几率降低到几乎为0。所以说，我不认为案发这场暴雨只是偶然的巧合，很可能是凶手刻意的选择。筛查结果一旦确定这是全市范围内的连环命案，市局可能会成立专案组，然后会从涉案辖区各分院局抽调刑侦骨干，协作破案。如果专案组破不了案，那就等着挨公安部的板子吧。如果破了案，这破案不是应该的吗？我是说，如果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侦破，比如1周之内，或者更短，那以专案级别来讲，算是立了大功吧。那如果实现这样的结果，是以我参加侦破工作为重要前提的情况下呢？那就能证明局里聘用关老师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行啊，那就辛苦周队今天晚上带着大家翻案卷吧，我先回去睡觉。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你觉得呢？这个怎么样？你这样，你再记2起，8802。忙的。忙着呢。爸。周队，啊，找到一起。去年向阳区亮马河南草地，暴雨，被害人一男一女，凶手打破后车窗，但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周队，孩子往去那边来气儿了，爷爷发现那东西。哎，老关，怎么样？哎，加上昨天那起，近5年来，全市一共发生了4起类似的案件，1年1起。对，哎呦，2个小时前，总队已经批准成立专案组了。
但是襄阳那边人手不够，所以只能调派海港支队的人协同我们办案。支队，海港支队到了。好嘞。哎呀，来了，都起来了啊，干活了，快点！哎呦喂，嘿！哎，我说老周啊，我都调到海港支队了，还甩不开你啊？哥们儿现在是堂堂的支队长，你还在地方窝着当二把手，你这是怎么混的呀？啊？哎，你爬得快，那是摊上好师傅了。海港区刑侦支队副队长赵新成。海港支队赵新成，嗨，您就是官队吧？久仰大名。听说跟周队是同一届的，而且是那一届唯一一个可以跟周队打个平手的。别这么说，我现在只是个顾问。周军已经跟我说了，您在不在支队编制，那都是一把手的地位啊。啊，对了，我也带了个顾问，海明。我们支队韩松阁教授的儿子，主业是律师，是我们队特招的人才。您好，拜读过您写的《野论犯罪两分法》，非常受益。希望有机会能跟你们父子俩好好切磋切磋。您过誉了，父亲那边有些繁忙，我也是被新城临时抓来滥竽充数。那行吧，咱们看看案子。来，走。他是谁呀？不知道。不过韩松阁确实是全国知名的犯罪炮灰专家。从时间顺序上看，海港这2起是头2起啊。根据你给我的筛选标准啊，确实在前年和大前年有2起非常类似的案件。第一起是在林业大学的北墙外，案发当晚下着暴雨，被害人是53岁的男子李某和卖玉米刘某。当时2人是在李某的车里进行性交易，期间车窗被敲碎了。这个2人都是被同一种利器戳刺头部致死，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个车上呢也被整理得一干二净啊，消防栓瓶子也被擦过了。这起也是啊，没有发现任何指纹和其他可供排查的线索。这个尸体有被移动过的痕迹，而且他们的衣物啊也被重新整理过。但最夸张的是，这男的从拉链到皮带被系得整整齐齐，他老二上面还套了个安全套。再就是前年那起，犯罪手法相同，但唯一不同的就是受害人是坐在前排，那女的在那用嘴给那男的。反正总之不管怎样，就是虽然他们都坐在前排，但是这个凶手依然是敲破车窗进行的犯罪。然后那晚也是下着暴雨，所以没有任何的目击证人。细节卷宗里边都有，你们自己看吧。这是我们辖区昨晚的那起，襄阳那起是去年在亮马河附近，被害人是一男一女，车窗也被砸碎了。然后在案发时间大概是在凌晨的2点多钟，里面所有的痕迹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尸体和物件也都被重新摆放过。这案情都差不多老郑，你说这个并案侦查有什么实际效果吗？在我看来，这就是1起案子变成4起凶杀案了。在凶手连续作案的情况下，我们从每起案件当中找到其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这样就可以找到他新的排查方案。不过，这名凶手跟普通意义上的连环杀手有所区别，他的冷却期很稳定，长达1年，这很罕见。每次打碎的都是后车窗吗？是的，就连被害人坐在前座的那次，凶手也是打碎了车窗的后座玻璃。看来跟天气一样，也是凶手刻意做的选择。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在车辆出厂的时候，这个后窗的车膜已经做过这样处理了，所以车主不会再贴车膜了，所以凶手会觉得后车窗更容易被击碎？有这个可能，说明凶手从第1起案开始就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犯罪技巧和超高的反侦查能力，而且这么多起案子，他一直保持步骤一致。前2次难免还会有些不一样吧？你们昨天的这起案件当中，推测凶手摆放尸体以及清理车内使用痕迹大约用了12分钟，但他第1次用的时间似乎更长一些。你
说尸僵的程度？应该是。就是说，最快也要等被害者死了1个小时以后。看来这名凶手第一次处理现场不太熟练啊。哎，两位大师啊，咱们先暂缓学术讨论啊，先看看有什么价值的这个排查线索没有。从视频上来看，凶手是名男性，大概1.8米左右。从他处理尸体和案发现场可以推断出，他应该有轻微的强迫症倾向。虽然他是步行进入现场的，但是依据现场的案发时间和地域环境，可以看出他应该是有自驾的工具。凶手应该不低于40岁，正在或曾经从事着跟刑侦类有关的工作。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四处游荡，应该是独居，或者跟年长的父母同住。冷却期有点长，那也不排除他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因为过长的冷却期可能会让他的犯罪冲动更难以节制，这样犯罪的频率也可能产生变化。照这个范围圈，京港800万人口等着我们排查，能不能把范围缩小点呢？中队，送来的监控视频里查到一辆车，看看去啊。走。周队，法医室怎么走？我想看一下视频。啊，法医室那个，我带你去吧。好。伤口有9公分深，这应该就是凶器的长度。如果说凶器至少9公分长，是不是更准确一些？向阳那本卷我还没有看过，但是海港区这2起，被害人的伤口深度都没有超过9公分。试想，凶手想要利起戳穿有颅骨保护的头部，必定会用尽全力，而凶器一旦穿过颅骨，力量惯性自然会导致贯通到底的结果。但凶手不一定是使用身体力量实施的伤害。虽然视频里面看不清凶器，但从持械的手臂来看，应该不是发力的姿态。视频里凶手是用什么东西抵住被害人头部了吗？差不多。应该是某种可以单手持握的压力装置，而且不只能使用1次。那就是电子压力装置。能判断凶器的开封角度吗？尸检是看不出来，但我们还原了凶手击碎的车窗。从视频来看，凶手应该没有时间更换作案工具。如果击碎车窗的和凶器是一种工具的话，应该是某种夹角60度的3棱锥状头。60度角，倒是符合破窗器的规格。我也这么想。凶手很可能是把破窗器改装成了一种依靠电子压力装置驱动的凸刺锥。可惜这对排查似乎也没有什么帮助。谢谢高法医。顿顿，还有一件事儿，这是李迪生的尸检总结。这个给周巡就行了吧？事关重大的案件，还是给能用得到的人才好。
12点47分，东北侧路口。先把牌照记下来，找到车主做下排查。就这些了。从12点到凌晨2点，经过案发现场周边路口的车一共是17辆。有没有觉得哪辆特别像啊？不好说，先都排查一遍吧。那这样吧，把那个车辆登记给我，我带人去做走访。监控有拍到被害人的车辆吗？什么时候进入现场的？还没有查到，有可能12点以前就进入现场了。也可能，凶手从火攻俱乐部就开始跟踪了。什么意思啊？即使凶手随机的选择目标，那他也应该选择人群聚集的场所，确定目标之后再跟随，而不会四处乱逛凭运气。既然凶手可以谨慎到清理现场，那么即便他开车，他应该也不会大意到在案发的时间里把车开到有监控的区域里。那我们把调取监控的范围扩大，同时专门调取火攻俱乐部周围的监控呢？不管怎么说，先从监控里找被害人的车。如果凶手跟踪被害人的话，只要按着被害人生前开车的路线，应该就能找到凶手的踪迹。哎，好了，物证鉴定中心那边有消息了，过去看吧。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哎，老刘，外面都是记者，走车库啊。一起去吧。